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，餐饮业无疑是受影响最大的行业之一。如果其他客人嘅話，为了求生存，餐饮人在各自的地盘上挖亮点、找噱头、想策略。我哋要諗下點樣能夠將嗰個播放量更大提高。暫停堂食第5天，80後老闆威仔在研究他的美食視頻。傳統嘅粵菜復原菜，雞子哥渣。威仔所說的雞子哥渣是道百年名菜，相傳100年前，姜太史家廚在北方街頭小吃哥渣的基礎上改良而成。霆鋒，啲食材準備好未啊？食材準備好，燈光準備好啦，開始。嗱，威仔今日喺度復原一個100年前嘅特色菜俾大家嚇，因為而家好少人做㗎啦。咁啊，我亦都查過好多資料，翻過好多次車。嗱咁啊，佢嘅主要食材咧有雞子啦。雞子不是雞蛋的別稱，而是公雞的睾丸。雞子哥渣的靈魂在於高湯熬製，下雞架、豬皮、豬骨、瑤柱、蝦米和陳皮，大火煮開之後，再用文火慢燉4個小時。接落嚟咧，我哋又要飛一飛水。雞子下鍋煮熟，切粒兒碾碎。拉近鏡少少。加入玉米澱粉、雞蛋和熬製好的高湯。搞佢5分鐘到10分鐘嚇。在文火中攪拌成糊狀。3個小時的降溫凝合，雞子糊變成了淺黃色的果凍，裹上一層薄薄的玉米澱粉。到了這道菜最關鍵的一個步驟，油炸。因為雞子膏水分含量高，如果油溫太高，哥渣的表面很快會焦，油溫過低的話又會散掉。要始終把油溫控制在120至150攝氏度之間，炸出來的哥渣口感才是最好的。想食嘅朋友一定要提前預訂喎。天河區除高風險區外，全區恢復堂食，番禺區社區面將恢復堂食。各類2022年是曾國威在餐飲業打拼的第7個年頭，也是經營最艱難的一年。而家疫情嚟計嘅，每關一日門，個損失都好大嘅。研製下啲新菜式啊，咁啊多發幾條抖音，希望能夠吸引到啲抖音用戶過嚟消費咁樣咯。點講咧？而家唔辛苦，唔等到你老嘅時候先辛苦咩？老同今日留咗幾多個俾我啊？22個咯。22個啊？係。每日都攞20個到。我哋豬頭而家開始準備做活動啊！食材擺翻嚟，兄弟，開工啦！好，準備好啦。堂食恢復了，威仔也滿血復活。新鮮食材交到後廚，威仔開始營業前的勤奮、誠懇、善於思考。威仔用6年時間，把村頭原本幾十平方米的小店，做成了如今700平方米的酒樓。不變的是他堅守工藝的初心。原來，威仔私廚還有一個綽號“工藝飯堂”。若你在番禺沒收入，遇到困難，可以進來叫一份炒粉，吃完直接走，不必客氣。這是2016年威仔餐廳開業掛出來的公告。幫得到人就幫咯，其實冇咩話太多嘅諗法㗎。我哋細個都係靠人幫嘅，可能有句説話講得啱嘅，自己淋過雨，就總想為別人撐傘。威仔的人生並不是一路坦途，當過製衣學徒，做過送水工，跑過業務。在2015年一次幫扶孤寡老人的活動中，威仔結識了一位經營牛雜火鍋的志願者。在這名隊友的支持和幫助下，威仔看清了自己的發展方向，一家有愛心的餐廳開張了。呢個咧就係趕年嘅，咁啊佢又係爸爸唔生性啦，咁啊媽咪咧就又跟人哋走咗，仲有一個妹妹，
我讀書係真係非常之優異，但係家境嘅條件咧非常之困難，所以咧我哋就組織去幫扶佢咯。2016年以来，威仔的公益食堂以助学为主，助残助困，帮助孤寡老人为辅，受助人数达400多人。经过1天的准备，威仔私厨的黄牌鸿运当头也准时上架，一切静待食客的到来。除了实惠好吃，也有通过支持威仔来表達善心的。咁我哋嚟呢度食嘢，相當於支持到佢嘅公益啊，再加上個味道唔錯，所以我哋嚟呢度食咧，我覺得幾開心咯。初心未变的，一起这么去做，我觉得这一点是难得可贵的。经常来，是的，数不清的。是去别的地方也是消费，来这里也是消费，但我反而我觉得来到这里消费，我心里面会觉得更 OK 一点。遇到困难的那一刻，美食总能带给我们难以忘怀的慰藉。威仔私厨既是乔山村美食的推广地，也是奉献爱心的汇集地。在这里，不仅让有需要的人尝到免费美食，更是能感受到舌尖上的温暖。收穫咗友誼先啦，收穫咗一啲人生嘅閲歷啊，同埋身邊有啲資源啊，係咪啲朋友啊？因為喺呢個平台裏面，其實更多嘅都係互助嘅。7月第1周，学生们终于盼来悠长假期。广东唯一的世界级文化遗产村，也迎来了人气最旺盛的时刻。就盖一个房子，它这个建筑呢就带有美国那边的风格的。每一座碉楼可以看到那个主人。一座碉楼，一卷史，中西融合，风格迥异，美轮美奂，凝聚着华侨华人勇闯海外的魄力和回报桑梓的乡情。无论是寻根之旅，还是农耕体验，对游客来说，最期待的还是村头的侨乡美味。就很多那个小吃，每次就吃我们塘口当地的美食。妹妹，呢樣眼嚟咧，呢食材準備好嚟未？準備好咯。應用啊，嘢都係我準備嘅。呢個我仔嚟㗎，炒鑊嗰啲全部係佢搞掂嘅。呢阿姨負責加持，所有加持。呢個我老豆93歲㗎啦，即係幫好大忙嘅，少咗佢唔得嘅。夏日的傍晚，依然酷熱難耐。在開平碉樓群自立村口的方家小院裡，老中青3代人聯手炮製晚餐。在外拼搏了大半輩子，方建俊3年前決定在自家土地上建民宿。年過半百，再次創業，對從未經營過民宿生意的方建俊來說，如何留住遊客是天大的難題。開住部車嚟兜一個圈就走咗，個零2個鐘都唔見晒㗎。衣食住行嘅識應該係最緊要嘅，所以我就將我哋做得好嘅嗰啲家常菜提供都俾啲遊客㗎。留住心，當然要征服胃，用家的味道留住遊者的腳步。於是，一個廚房裡開始出現3代人的身影。薑紅啊、鹽啊、蠔油啊咁啦，花生油啦，而家2個字，咁我煮飯就得啦。秘制鵝的靈魂在於豉油醬汁，醬汁的調配各家各法，風味迥異。香葉、甘草、滑角、肉桂。老父親烹製的鵝，首選廣東4大名鵝之首馬崗鵝。馬崗鵝脂肪適中，肉質細嫩，浸泡在秘製豉油中，文火慢燉。咁幫幫啲頭生啊咁樣。
我知道佢咪唔使煮咧，唔俾佢做啊！你休息啦，佢覺得好似嫌棄佢咁喎，一定係要佢做啊！啲客人話讚不絕口喎，好嘢話佢好開心啊！總之客人食咗開心，咁佢就開心。20分鐘後，豉汁穿透皮質脂肪，完全滲透到鵝肉裡。同一時間掌勺硬菜和主食是老父親的習慣。魚香和飯香共冶一爐，轉一轉，聞一聞，每一鍋鯽魚飯的出品都由老人家親自把控。晚餐吃什麼？方家小院的燈光勾勒出村頭的人氣聚焦點，有親朋好友，有美酒佳肴，還有方建俊親自彈唱的經典金曲，溫情滿意，難忘今宵。父母親內心有善像碧玉，為烈怎不被我間。爺孫烹製的硬菜深受客人喜愛，阿姨的手做早餐加瓷同樣名聲在外。新鹹雞卵嘅成分咧係地瓜、花生、紅粒、潤仔、薑芹、鹹米，我哋好好味嘅咯。自己又用脆瓜。菜果又名球茎甘藍，膨大的肉質球茎和嫩葉是食用部位，形似果實，實為蔬菜。老廣乾脆稱之為菜果。在武義僑鄉，菜果是國民蔬菜，最有名的是菜果焗飯。配料備好，方建俊的兒子接手炒製。多種食材混合炒熟後，撒入五香粉，便成就了方式鹹雞籠的獨特風味。温水的了吗？温水要開水，要100度的開水。它對揉的次數有那個要求嗎？同一時間，關姨帶着小徒弟開粉製皮，跟那個牛肉丸一樣，就打。美味的餡料一勺一勺包入，封口捏好。開平人通過食物向未來許願。鹹雞籠形似傳統竹編雞籠，寓意金玉滿堂，盆滿缽滿。傳統堂口家祠除了鹹雞籠，還有用作嫁女的出祠，清明時節的愛祠，端午節的粽祠，有着清熱解毒功效的布蓮藤祠，以及農耕時飽肚子的碗頭祠等等。一樣米做出百樣詞，成了開平人深入骨髓的鄉愁。攞咗非物質文化遺產㗎。老廣的美食裡總蘊含着對美好的期盼。今天的開平堂口，不但多了遊客，也多了回歸的遊子。正如他們的先祖漂洋過海，仍然不忘富足後，在故土留下一座碉樓。出發是為了更好的回歸。鄉村才是華夏文明的底色，鄉土才是中國人魂牽夢繞的宿命。鄉村古樸的生活、恆久的價值和傳統滋養了村人，人們也慷慨地將所得奉獻給遠方來客。他們珍惜故土的味道，把浸潤在故土空氣、水和土壤中的作物沉澱在美食裡。
也许，当你吃过村头那碗大茶饭，你也就明白了蕴藏在其间的一片乡心。